各位朋友啊，出事儿了啊！有粉丝给我发爆料，浩哥快说说吧，袁腾飞老师的腿儿被让人打折了呀！他坐上轮椅，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袁腾飞老师是中国古墓派公知的鼻祖，是吧？很多的这个海内外的恨国党反贼奉袁老师为这个自己的精神领袖。这个袁腾飞好久消失了好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呢由于名声坏了嘛，所以在网络上呢就不允许他出现了。那袁老师得吃饭呀，袁老师在油管上开了一个频道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说像袁腾飞这些在中国国内的这些公知反贼们，他就是海外的这一群这个独轮运的养的电子宠物，知道吧？人家让他这个表演各种各样的民主把戏嘛，那不就是一个民主马戏团里边的来了的新猴子嘛，对吧？袁老师在油管就是这么一个标本他为了这个跪舔海外的独轮运的屁股挣这点流量钱，他只能是越说他就越过分，是吧？越说越收不住，海外的这帮人就疯狂的给他投喂打赏对吧？但是呢，他是在中国大陆他那个头上有一个防止猴子那个跑出去的一个高压电网，那就是中国的法律。这个袁老师在油管上越说这个越高兴越兴奋，他就往起蹦高，结果他蹦到那个高压电网上了，被电麻花了所以呢，有人可能有关部门找他谈话了这个袁老师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个书生文人嘛就是那个胆子是比较小的所以从那以后油管也不开了那得吃饭呢，那怎么办呀？本来是高中的历史老师，后来呢，那不就因为那个活也干不下去了吗？人家谁会让这种人跑到中国的课堂上，是吧？那教授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干不下去，那怎么办呢？那再搞了一个黑导游的游学旅游生意，他也没有那个导游证，以这种这个就叫什么呀？这个私人粉丝团的名义，就是别人8000块钱的就是团费你要是参加袁老师的团2万，说你也知道中国14亿人了，这里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有袁老师的铁粉所以这些人就愿意多花12000给袁老师上供。当然了，这钱他也全拿不到了，是吧？人肯定还有那个组织团的那些要分嘛，所以他就这个意思，游学团就是山南海北的就是给他那些私生粉们去上课讲历史。当然了，这讲的都是什么东西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吧？但是这是小范围的，政府也不太在意，是吧？要是真是那个较起真儿来的话，那你属于袁腾飞，你属于非法经营，是吧？不过也得给袁老师留口饭吃吧。所以袁老师为啥就出事儿了呢？人人持枪，他才不乱。你们放心，袁老师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社会主义中国，他肯定出不了这种事儿，是吧？但是他为啥就坐上轮椅了呢？好像这是故宫吧？这袁老师怎么就坐轮椅了呢？后边还有谁那是那个我们的常客北京那个吃祥帮的帮主嘛，这不徐晓东吗？不是这个，难道袁老师在那个这么安全的中国引起了这个众怒了，腿让人给打折了？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朋友们，对吧？这
谁呀？这个在中国是吧？那个那么安全的治安条件下，谁敢动这个手啊？我是不太相信的啊。但是这个照片呢是徐晓东放出来的，他在推特上放的，这个事儿是真的，这不是 AI 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但是他为什么这腿儿就瘸了呢？这个我更相信是因为这个袁老师这个这么多年来对着以色列和美国是吧这个下跪我觉得跪的久了这个缺钙了吧所以说就站不起来了。我更相信是这种原因开玩笑大家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徐晓东是个什么货大家都知道徐晓东呢也属于一个异类。你看了吗？他就代表着中国的北京的言论自由度。你看他在推特上，他在那个油管上天天阴阳怪气的这中国政府没事儿没事儿没人找他麻烦，对吧？你看这不是天天阴阳怪气吗？这次的中东战争，徐晓东说了中国的专家马保国附体了。自古以来，交战就不以击杀对方首领为目的，因为这样一做就撤出了一切底线。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弱势的可能想办法去刺杀你的首领，因为弱势，比如说荆轲刺秦王就是典型的。你美国以色列这么强大的国家，你以打击对方首领、刺杀对方整个领袖层为目的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有这样能力、有这样手段的，不只是以色列和美国呀，其他国家像印度、俄罗斯也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手段了。由于美国以色列作为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比丛林社会还要丛林的一个地步，就打到一个自古以来讲的我们说武德最基本的武德都不讲。中国大陆这个就是追捧像袁腾飞这样的反贼有很多，是吧？他们就给叫好嘛，这是对呀。先让领导先走，领导走了，百姓就自由了。问题是伊朗的领导走了那百姓现在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在陷于战火之中吗？再说了，你要是搞这种斩首刺杀的，那中国的能力不是更强吗？中国有独步世界的高超音速导弹，那到时候他先把谁要想跟中国打仗，先把对方的这个领导给送走，行吧？是吧？这不是中国具备这种能力吗？关键还得是个什么呢？你还得有一个交战的规则在里面。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大家上来就扔核弹。伊朗是没有，伊朗是有核弹的话，那上来就扔核弹怎么样是不是？那不是人类的祸患吗？是吧？好吧。那么言归正传说这个，因为说你说了半天，袁腾飞老师的腿儿是被爱国群众打折的，这个结论你不同意。你说这袁老师的腿儿咋的了？我感觉袁腾飞这个腿儿最大的可能他不是缺钙，他是用腿过度。那边别胡说八道，怎么用腿过度呢？问题是袁腾飞这些年好年了，他这个唯一的收入就是这所谓的私生饭的游学团他得全国各地去跑当然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儿那有人说，那袁老师人家一边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又挣钱，对吧？
问题是你比如说啊，你第一次，对吧？去一个景点你觉得我也看景了，是吧？也挣了钱了，何乐而不为呢？当你为了生活，你第20次、第30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还得爬山，你还得涉水，陪着你的私生饭，那不得用腿啊？是不是？那腿用多了呢？那自然的就那个膝盖磨损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就出来了吗？说实在的，袁腾飞这2年也不容易。你说落到如今这个下场，那不是他自己作的吗？那不是定眼子拔罐子吗？那不是自己作的吗？对吧？开始的时候，你看，重点学校的这个老师是标杆，私立学校工资很高的，是吧？后来出名了以后，中央电视台100家讲坛的常驻嘉宾，那个时候你说你做个广告，写个书，那不挣得盆满钵满啊？他非得走恨国公之这条道，走来走去，不把自己的腿走坏了，那走到轮椅上去了吗？袁腾飞的这种经历，这不是现在的中国的这群老朽的公知们的一个活标本吗？从万人敬仰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是时代的赐予，对吧？2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